Ace Hotel 要去吃 Noma 了，好兴奋，好兴奋！5次世界第一、米其林3星的丹麦餐厅 Noma， 去年10月宣布要去京都举办为期10个礼拜的客座餐会，就引起全世界轰动。Noma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？我先前讲解过3集 Noma 的来龙去脉，欢迎大家去找我的旧节目来看哦。题上面已经有各种，这是我们等一下会吃到的食材吗？我在去年11月的时候就抢到了 Noma Kyoto 的定位，经过半年的等待，终于我踏进京都的 Ace Hotel 要来体验了。这个是海带，轮到我们了，终于要进场了。我们这次被安排在正中央的位置，视野超级好，自然光也超级充足。映入眼帘的呢是京都从春天进入夏天的新绿，非常赏心悦目。What a pleasure! Thank you so much. 事前就有消息释出 ，Noma 会在京都向怀石料理致敬。最后的菜单是否真的有怀石料理的感觉呢？我必须说 ，Noma 还是很厉害，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去模仿怀石料理，他们只是把日本的食材与文化当作创作灵感，结合 Noma 根基于北欧的崇尚自然风土的精神，创造出唯有 Noma 才能做出来的料理。而 Noma 客座的期间是3月中到5月底，为期10个礼拜，正好是樱花季。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刚好也是日本盛产山菜还有海藻的季节。Noma 京都也把这2种食材运用得很好。接下来就带大家品尝这次的 Noma 京都喽，大家也可以猜猜看我最喜欢哪一道菜，欢迎来留言。At the very base here is serving the yuba, the bean curd skin together. 八寸在怀石料理中通常担任下酒菜的功能，但也往往取代鲜腹而作为前菜。通常是由好几样季节性小菜所组成。Noma 版的8寸就很好的向京都的怀石料理致敬，同时保有自己的北欧风格。有一种非常鲜明的鲜咸味道，然后炭烤的香气很棒，再加上这些花草本身的香气，但番茄跟好像草莓都有点花香。目前为止每一道都有很饱满的鲜咸风味，鲜味跟咸味，这超特别的，它背后应该是什么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粉，有点像地毯的感觉。樱花的叶子竟然有点厚厚的，然后有点绒毛在表面，应该是用醋腌制过，还加上了黑蒜，所以酸酸的、鲜鲜的，还有一点点草本的香气，很好吃哎。这个果冻有点像爱月游戏，真的好春天哦，明亮的酸甜。好香哦！然后这道菜是个火锅 seaweed hot pot。刷刷锅这个点子也太好了吧！然后用各种海藻来做，而且刚刚这个土锅是滚的哎。那你看到一直在冒泡还咕嘟咕嘟的滚汤呢？它是用一种海藻叫做 mekabu 做成的。And we take this as kind of the base for the broth. Really? Wow, amazing! 它是用 mekabu 的根部稍微的烟熏过，再把它浸泡到日式高汤里面，然后旁边的这个要涮进去的食材就有趣啦。它有综合的海藻，还有一种山菜叫做 amadokoro 玉竹，那它吃起来会有点像是甜甜的芦笋一样。那这几种海藻它有不同的口感，有的很脆，有的有点滑滑，有的嫩嫩。它一泡进去，现在就变绿色了，超神奇的。原本是这个颜色。变色了，超酷，超酷！来蘸一下这个酱汁。那大家知道，在日本吃涮涮锅很常见的一个蘸酱就是碰醋，它是用柑橘的果汁加上酱油还有其他的调味做成的。它既有柑橘类的清香，但是又有更多鲜咸复杂的风味在里面。蘸海藻来吃非常刷脆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，你以为不能吃，只是装饰的东西是小夏柑橘。你会想说，这个橘子还是柠檬可以直接吃吗？可以，它连白色的果皮都可以一起吃。这个就是口纳子，它把皮去掉，所以不会苦。然后咬下去呢，是很厚的柚皮的感觉。你以为会很酸，其实它是甜的，完全不会苦不会涩，而是非常香，然后带有甜味的一种柑橘，很好吃。
接下来又看到一整只虾子哦，那像这种一整只虾子呢，在8年前的东京餐会也出现过，当时是装饰上了蚂蚁，震惊全世界。那这一次呢，它是用北海道产的沙棘果来调味，然后再撒上了马达加斯加黑胡椒。被吩咐要用手吃，先拿起来，它的脚脚勾住了，太奇妙了，该怎么形容？没有吃过这种味道，很脆，可是我觉得它那上面那个酱超级特别。你不知道该怎么辨认的鲜咸风味来自于那个沙棘果的调味酱呢？我觉得也很奇妙。它的目前为止给我的感觉都是，它把酸甜苦鲜咸的各个味道做到极致，然后组合出一个全新的，在你嘴巴里面放烟火的那种有火花的味道。在这一餐里面，你常常会吃第一口，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就觉得很好吃，然后你就会在大脑里面搜索形容词，然后太消耗脑力了，就放弃了，然后继续吃下一道美味料理。接下来这道菜是最容易理解的一道菜，在冰块上面的是墨鱼生鱼片，用威士忌醋腌制过。那旁边的味噌脆片呢，上面有满满的白虾，还有蚂蚁还是出现了哦。那为什么说它最容易理解呢？是因为它有很多的鲜味，还有酸香。那像是这个墨鱼的生鱼片，除了用威士忌醋腌制过，那它还刨上了一点点酸橘苏达吉的果皮，然后还有一些香料哦。这个非常好吃，我喜欢它的那个苏打鸡那个皮。清香，非常好吃，吃一下。天哪，这个 flatbread 我可以天天吃。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食材是桃树叶，这个桃树的汁液呢，它把它浸泡进去很浓很浓的柴鱼高汤里面，它会增添一种像果冻的口感，然后也有一些草本的香气，跟一些柴鱼的鲜味哦，相当有趣。那这个鲜味跟底下的味噌脆片也是可以呼应的。请问蚂蚁跟桃胶的组合？其实蚂蚁的存在感不强，我决定要单吃蚂蚁。很酸，这个酸味有跑出来。如果是诺玛粉丝，应该还记得他们2015年在东京客座，就是有一道牡丹虾上面爬满了蚂蚁，那一道当年就是惊世之作。它的作用是酸味，就像你在生虾上面挤柠檬一样。觉得这次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版本更好吃。接下来的竹笋料理非常优雅耶，你看就是一整只笋的形状，然后很细腻的刀工切成薄片，并且排列成这个优美的造型。现在是日本笋子的季节，这里也吃了好多笋子料理。Noma 的版本是怎样的？高汤是用乌贼做的，那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食材是茉莉花茶，把它反过来。对，背面其实它有这个咖啡色的酱料，它是披手豌豆皮做的，像味噌一样的。然后还有 corn bushi， 用玉米做成像柴鱼一样的东西，它烟熏之后，那就是应该也是有很多的鲜味。对，真正的柴鱼在这里，然后这个是用玉米做的柴鱼 corn bushi。接下来这道剑旗鱼的腹肉，我觉得焦点是这个酱汁。这个酱汁它是用烤过的鱼骨头、跟昆布还有奶油做成的。工整的刀口剑旗鱼 swordfish， 蘸一下下面的这个烟熏鱼骨奶油酱汁。尝起来呢，竟然像太妃糖、咸焦糖或者是牛奶糖一样。我们就在现场开玩笑说，这个是高级的生有牛奶糖吗？卷起来，把鱼子酱包进去。先前我也有遇过是乌鱼子外面裹上了焦糖酱这样子的产品，那我觉得鱼子酱完全适合同一个逻辑，配上鱼子酱超搭，真的，鱼子酱以后可以跟牛奶糖一起吃。Noma 这一次在京都试着去翻玩一些我们亚洲人很熟悉的日本料理。那除了前面的刷刷锅，在后面这道豆腐也是一样让人耳目一新，混合了东京跟京都两种不同风格的豆乳做成的。一个是来自东京的，它是比较绿的豆奶，应该是用毛豆做的，所以有比较多草味，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坚果的香气。
那另外一种是来自京都的白豆奶，那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很 creamy 然后浓郁的那一种豆奶。那他们用一个特殊的比例混合之后呢，把它做成像新鲜起司一样的豆腐，很浓醇香的豆腐，跟下面那个杏仁一起吃，好好吃。旁边的配菜有金莲花，然后还有来自山形县的杏仁，把它削成薄片，下面也有杏仁粒，以及用蘑菇做成的鲜味很浓郁的酱汁。花我觉得有点太多，吃酱汁是好吃的，花里面有酱，有这样子可能大家看不清楚。接近底部的地方，它是有甜塞，像味噌一样的东西，很 creamy， 有点像奶油，也像刚才的那个我们说像牛奶糖的酱汁。在火上面烤一下，然后上面的酱是一个蛋黄酱。接下来的喜之刺鱼是我个人比较不喜欢的，我比较喜欢烤到表面有点酥酥的，最好是带皮或是整只去烤。那这边它是加上了蛋黄酱，这个蛋黄酱，非常画龙点睛。里面加上了樱花，还有柚子做的发酵酱，而且呢，它的蛋黄酱很浓郁，尝起来有一点点鸭肝的油脂感。但是我还是觉得烤鱼要吃到比较香酥的感觉。那除了这一块鱼呢，喜之刺鱼的鱼头也接着登场了。这个鱼头是在味噌里面腌过，然后炭烤过，那上面刷上了tamari， 就是日本的一种溜酱油，然后还撒上了海藻盐。但是我其实还没有吃鱼头的经验，被发现不会吃鱼头，完蛋。这一片，这个海藻盐很好吃哎，它回甘哎。哥本哈根完全没有产莲藕，所以他们来到日本觉得很新奇，到底要怎么做莲藕的料理呢？他们采取了日式串烧 yakitori 的做法，刷上了用蘑菇和松露做成的一种酱汁，那里面还有浓浓的黑胡椒的香味。旁边的蘸酱呢是用蚬，就是那个拉蚬来做成的，它把它浓缩之后，再加上很多奶油、蛋黄，也有黑胡椒。那这个呢，吃起来其实真的是有一点像肉，然后呈现的方式也有一点像肉，风味很浓郁，肉排一样的莲藕，吃一下原味，很鲜美的味道。这个上面是有菇做的酱，然后吃吃辣辣的，感觉是很重的胡椒淋下的酱汁。那目前吃下来都会给人这种印象，风味非常饱满。虽然没有肉，有海鲜，还有大量蔬菜，但是味道是很足的，因为用了很多发酵的酱料，然后有很多的鲜味，然后还有一些香料来提点哦，完全不会让你觉得很素，很没有满足感。刚刚跟朋友讨论，我觉得有个结论很棒，就是他把莲藕做得像鳗鱼一样，他是受到蒲烧鳗鱼的待遇，然后很喜欢这个灰胡椒。它黑胡椒除了辣味以外，不知道是不是花香的来源，跟那个柠檬百里香也很搭。柠檬百里香的那个很明亮的柑橘类的那种香气，就让原本很浓厚的味道整个被提升起来，跟这个鲜金美乃滋又是另外一种风味，它有酸味跟鲜味，所以也让整个味道层次变多。So this is a dish of 山菜。Noma 客座京都的期间，恰巧是山菜盛产的时节，从4月到5月啊，山菜非常丰富。那日本人吃山菜，除了是要吃那个寻味，就是当季的滋味以外呢，山菜的苦味跟涩味也被认为是可以清理味蕾，让人迎接接下来的夏天。那这些山菜呢，各有不同的滋味，有的甜甜的，那有的有大蒜啊、洋葱之类的香气，那也有的呢是有很高亢的清香，那当然还有一些苦味啊、涩味在里面哦，非常的丰富精彩。那在这边 Noma 配上了用伊势龙虾的虾脑做成的酱汁，然后旁边呢还有淋上一些猪油哦，所以它用动物性蛋白质来去补强山菜原本的那一种苦味或涩味哦，让它不要那么的清苦。这个花甜甜的，然后口感非常清脆。这个好吃，很嫩的，就像白菜。
这里面到底有哪些山菜呢？我在当场有问了 Kenneth 主厨，他有每一个告诉我。来，大家看看哦，就是这些，大家认得几种呢？10月到5月是伊势龙虾捕捞的季节，那我们刚刚吃到了伊势龙虾的脑髓，现在要吃它的尾巴，那也是经过炭烤，它的底下呢是用烟熏南瓜做成的一种酱来调味。那这个酱呢，它同样也是类似于柴鱼的做法哦，把它风干烟熏去凝结它的鲜味。山椒花，现在这个季节短短的产季采用，因为吃到现在大概可以确定他们的路数，它把鲜味跟咸味放到最大，非常饱满，但是又加上很多香气，然后有很多发酵的东西，那不时的会用酸味去让整道菜更明亮、更有层次。然后 Noma 一直都有在研究发酵这件事情，他们还出了一整本书在讲 fermentation。在怀石料理的套餐中，结尾一定要有米饭 ，Noma 也不例外。而他们特别端出了一整锅的米饭，这个米呢是特殊的米哦，用的是绿米，日文叫做 Midori Mai。这个是神奈川县的农夫特别为 Noma 种的，是一种古时候的米。然后他们有去除米糠，所以呢吃起来有点像糙米，外面有点脆脆的，里面有点糯糯的。那这个米他们要怎么煮呢？他们特别用煎茶来煮，也去加强那种清新的香气。那这锅饭被端进厨房之后，分装出来呢，我们的碗里面又多了龙虾肉，那这个是剩下的龙虾脚，还有它的头里面的肉哦。所以呢，这一只伊势龙虾从前面到现在已经出现了3次，香味比较浓，我不知道是因为跟茶叶一起煮还是怎么样，觉得米的香气本身很浓，有一点像斑斓叶的那种香气。我很喜欢这一锅土锅饭，它煮饭的逻辑跟我们平常亚洲人习惯的完全不一样。它把饭煮得非常的清香，然后非常的爽朗，跟我们一般习惯的那种白米就是要有疗愈的感觉不太一样。茶叶的清香，还有绿米本身的香气跟玫瑰的香气，都是我们不曾在饭里面吃过的。然后这个米呢，它同时也有用奶油还有玫瑰醋来调味，而玫瑰醋呢也是 Noma 自己做的哦。这个是他们 Noma Projects 里面的一个产品，今年有发售哦，不过目前已经销售一空了。接着有一盘拉啊在我们眼前出现，不是要吃甜点吗？怎么有一盘拉啊？真的被骗倒了，这个不是拉啊，其实是柚子冰沙，超有创意的。这个真的好可爱，亏他想得出来你以为是拉啊，其实是柚子冰沙。看这做的好逼真哦，真的以为是拉啊，连那个纹路都有整颗都可以吃哦，不用怕牙齿咬崩掉。来尝一下这个木桶熟成的清酒做成的果冻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一种杏仁味，还有一点咸咸的。下面有撒盐，吃得到一粒一粒的盐。刚刚问清楚了，那个拉啊其实是鲜奶油，冷冻的鲜奶油，它的外壳呢因为冰冻过就会变硬，然后黑色的部分是竹炭粉。超级有创意。吃到这边很饱了，所以甜点呢，它没有给太大的分量。最后是几样小甜点，我很喜欢一个草莓干与麻糬，中间夹的是京都最有名的麻糬哦，而它的层次也蛮复杂的。除了外面的草莓干，还有我们看到的麻糬，里面还有陈皮，还有他们自己做的软糖 fudge， 里面还加了番红花和小豆蔻。那这是一道有很多香料，然后软软糯糯的，然后草莓干的香气跟酸甜也很明显，一口吃下去很满足的一个结尾。我们从中午12点开始吃，吃完甜点已经4点了我们还没有要离开，因为 Kenneth 主厨要带我们参观厨房。我们还很幸运的跟 Rene Redzepi 主厨聊到天，他有亲自跟我们说明这场客座是怎么诞生的哦。
这不是 Noma 第一次到日本客座，2015年在东京的 Noma Tokyo 我也有去吃。而比较8年前与这次的京都客座，我想说，我觉得 Noma 对于味道的探索与冲撞仍在，但是他的态度是更加从容不迫，那种自在是尝得出来的。这是我吃过的 Noma 客座餐会里面，包含东京、墨西哥、京都最好吃的一次。今天真的收获满满啊！现在已经是傍晚5点了，对，好，我们今天不用吃晚餐了，然后要继续接下来京都行程喽。那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喽！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并且开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